皇上都是因为芳华宫开办那些基金，骗了嫔妃们不少钱。事情发展成这样，太后特别的担心，皇上是不是也有点头痛呢？确实有点头痛。小阮知道皇上再不想看到那些鸡了。好，那小阮换个名词，那些东西啊，其实啊，他们还有个去处，不如呢？过节的时候就发给大臣。现在正好实行廉洁政策，你想啊，那些鸡投资那么大，又是心意，小阮是不是帮皇上想到了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呢？确实好主意。苏然，你忽悠妍妃创办基金，现在赔了你掏钱。不劳门妃娘娘操心，小阮已经帮皇上想到了解决办法，皇上还夸我是点子王呢。萌萌，朕既然皇上有了新的点子王，那就不需要我这个旧的了。祝你们幸福。萌萌，你听我说，事情不是这个样子。我现在终于知道了，什么太后，什么不能赶她走，那都是你的借口。你就是想把她留在身边。我今天就不应该来打扰你了。萌萌，你误会了，不是这个样子。他只是说……别重复他的话，我不想听。我们结束了。这话不是那么草率说出的。有什么不好说的？好，说了就别后悔。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我不后悔。有本事你来治我的罪，砍我的头啊！我不高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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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高兴！曲婉婉，你要干嘛呀？你要鸡找皇上要去？妍妃姐姐，菊儿鸡为什么一直都不给我留啊？我连个鸡屁股都没吃着，我还连钱都没了呢，吵什么吵？你踹我，你居然踹我！我想吃鸡有错吗？慢点啊！舅舅宫里太好玩了。怎么好玩法呢？人多，人多也叫好玩，讲得你之前跟住荒原似的。哼，你呀，真是太调皮了，在人多的地方就像放虎归山似的，去跟……娘鸡也是这么夸我的。这也叫夸？哼，还真不害臊啊！如果你的个性跟长治换一换，该多好。长治身为一个男孩啊，娇小的跟小雏鸟似的，而你呢，就像只小老虎。我才不要学他，他就是个软包子。软包子？你说谁？说你呀？哦，原来软包子在说我呀！你真笨。舅舅说的对，你得好好跟我学学。你忘了上次写文章狗屁不通时，赵先生打手板的事了吗？才打了几下，有什么罪有？谁叫你板狗屁？你嫌先生打的少啊？那是因为你没把文章写完，要是你把那些胡说八道给写完了，绝对能把先生给气死，那你的手说不定就残了。舅舅，你看看长治。没事，你们俩啊，真像对活宝，难怪你们娘亲都受不了了，要朕代为管教。今天舅舅呢，就陪你们好好逛逛啊。负责，你怎么了你？发生什么事了？你告诉嫣儿。这些东西拿给福喜，让他还给皇上，我跟他两清。
主子，你的月俸都已经扣到明年了，你确定不留一下傍身吗？他是你主子，我是你主子，听谁的呀？快点拿走！好吧。主子，我们真的没钱了，快点儿！主子，要不我们留两？你快点儿！不留。小君王，小君王，小君王，太后娘娘在兴庆宫等着您，您怎么能够不去呢？要是怪罪下来，奴才就是有800个脑袋，也不够被砍的呀。他最喜欢捏我们的脸了，有九安做代表过去给他捏就行了。反正九安脸皮厚，我不一样，我现在的长相还没定型，万一被捏成了大饼脸，那怎么办？小君王，您想的会不会有点偏多呀？嗯。哇！哎，小君王，小君王慢点儿！你居然会跳大神，方才那招超厉害的。跳大神？我练武的动作到底有多难看？不仅能跳大神，还能空手劈砖瓦，胸口碎大石。所以啊，一般人没有人敢欺负我。真的吗？那你会用脸把那棵树撞倒吗？脸？头可能行，可是树要是倒了，来年还怎么吃桃啊？哦，也对，我还是打消让你撞树的念头吧。乖孩子。那你可以用脸碎大石吗？你这么好奇，难道是被我的武功震到了？也想学？才不想学呢！小君王，小君王，您慢点儿，您可别摔了碰了，那奴才就死定了。小君王，哟，怎么了？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晨练还遇见了一个熊孩子。谁啊？小郡王呗。奇怪，这孩子非要让我用脸碎大石。哎，老熊，我对你的梦比较感兴趣，说出来我帮你解解。我梦见皇上给我生了一个位分。哎呦喂，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是啊，哎，你终于想通了，不再等那个人了，骨子里都是内涵呢。在梦里啊，你们特别高兴，准备了好多东西要给我庆祝呢。可是这个封号确实不值得让人高兴。后宫嫔妃的封号不都挺好听的吗？就是，你的有什么特别吗？好听的封号是那么多，可是皇上偏偏给我起了个尿频。不许笑，你也不许笑。哎呦，你不能再喝了，尿频。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我削你信不信？哎，娘，我错了，我错了，小，哎，你别跑，杀了我吧！尿频娘娘，再说一个试试，我收拾你！尿频，站住！尿频娘娘，站住！你给我站住！熊啊，小茶呢？从圆明学和审美学上来看，这片景致黄金分割点就是这棵树。哎，小小年纪的诚挚，可也是啊。小熊啊，我，哎，
他盯着这棵树干嘛呢？哎呀，你看他那小手，小真脸蛋儿多可爱呀！捏捏它。小君王，您别来真的啊，小君王。小君王，哎呀，小君王，亲亲小祖宗，您这是干嘛呀？这树要是碍了您的眼，奴才命人拔了就是。您可千万别伤着脚啊！长治，你是不是在偷师啊？哎，嘴上说着不想学，实际啊，心里早就被我的一脚踹落花雨的功力给镇住了，是不是？还说不想学，真别扭，跟个女孩子一样。我才不是女孩子。哎呀，行了，就别逗他了。伏羲啊，你先下去吧，我们陪小君王玩一会儿。那就辛苦二位娘娘了。哎，等会儿，我交代你的事儿办了没有？马上就去，马上就去。萧贵人，为何你能吹下花雨，我就吹不下叶子来？因为不是人人都能有这样的能耐啊，这就是功夫，懂吗，长治？如果你想学的话呢，还是得找高人提点一下，不然啊，偷师不成，反倒走火入魔，是很危险的。功夫的世界就是如此深奥，你还嫩着，跟你讲再多你也听不明白。那你提点提点我好不好？好不好嘛？好，跟着我一起做啊！双脚打开，比肩略宽，对，微微下蹲，双手抬起。对，这就是扎马步。你先好好练着，以后甭说是踹树，整个皇宫你都能踹飞了。真这么厉害？当然，习武之人从不骗人的。不信你问蒙妃娘娘。嘿，哦，没错，萧贵人时间多，功夫好，你要多向他学习哦。总之，男子汉扭扭捏捏，跟个娘们似的，怎么能得了？我保证把你练成宫中第2硬汉。那第一是谁啊？是皇上。所有的都是内定给皇上的，没有人敢排在他前面。不行不行了，坚持不住了。长治，你不能说不行，也不能说坚持不住了。这是男子汉的大忌，你是不是男子汉？我是，但哎呀，你这激将法不行，我来。长治啊，萧贵人虽然功夫还可以，但是我是走偏门的。我教你一个秘诀，如果你扎马步真的坚持不住，就在屁股下面放一个火盆儿。放火盆干啥？人的潜力都是被逼出来的，你一怕烫啊，自然就坚持得住了。我现在就去拿火盆。哦，对了，不萌，你下次见到我，不要再掐我脸了，你已经掐了30次了。哎，咱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不太厚道啊？旧债生还嘛，他舅舅惹了我，我就当逗逗小孩儿，顺便再用事实给他讲个道理。越漂亮的女人越会忽悠人，不可信。他说了什么？没说什么，就让奴才把这些还给皇上。分手之后退还东西很正常的，太正常了。
帮朕把这个还给他。是。等等，回来。最近你们都好好待着啊，没事别到处乱晃悠。为什么啊？今天早上我给芳华宫算了一卦，卦象上大凶。再说了，最近宫里也不太平。怎么不太平了？哎，小郡王和小郡主不是要在宫里住上一段时间吗？这还没几天呢，也不知道什么情况，那个小郡王自己啊就一屁股坐到了火盆里，那白嫩嫩的小屁股啊，烫的都已经能闻到肉香了。我说的这个大凶是指芳华宫，不是小郡王。哎，反正你们都小心一点，小心驶得万年船嘛。我看这船得沉。可是想一想，真的好奇怪啊。是啊，你说他一个小孩子，有什么好想不开的呢？就算压力大，也不至于大到那个程度啊。那小郡王没说他这样做的动机吗？打死都不开口，还真是成了皇宫里的不解之谜了。太后派人彻查此事，最近心情很不好，所以啊，你们都省点心，不要惹到他。对对，言之有理。你抖什么呀？抖吗？你抖的桌子都已经跟着共振了。我冷了。冷吗？哦，不对，哎呀，我头疼。头疼你捂肚子干嘛呀？我肚子疼，我可能是吃坏东西了啊。我先走了。没事没事，不用跟我来。小心！哎呀，看吧，我说的大凶前兆。哎呦，你怎么了？我也肚子疼。大凶前兆。大黄，你有没有大凶啊？哎，凡人，过来，过来。咱们的事儿，不到迫不得已，一定要保密。妍妃跟婉婉那两个嘴啊，一个比一个大。他俩要是知道了，整个皇宫都知道了。要是太后怪罪下来了，咱俩可就完了。奴才什么都没听见。福姐，什么事儿啊？蒙妃娘娘，皇上让奴才把这个交给您。哟，这皇上又送你什么好东西啦？我才不稀罕。啊！他连这个都还回来了，好，很好，分手了嘛？定情信我还回来很正常。怎么都是这一句？福喜，你在这等着，我也有东西还给他。是。永飞姐姐，有什么话好好说嘛，你别糟蹋粮食啊。这可不是糟蹋，是美化。哎，干什么呢？饿了？均匀点儿。好。
把这个带给皇上，这是他赐我的，现在物归原主，他一定会很欣慰的。好的，娘娘。皇上，怎么样？他说了什么？蒙妃娘娘好像气炸了。生气是自然的，不生气才奇怪。哎，他拿什么给朕？悔过书吗？哎，哇，哇，好臭哦！哎，拿走，拿走，拿走！是什么情况？是吗？是小郡王，能被小郡王请人？你是看见豺狼了，还是看见虎豹了？怎么吓成这副熊样啊？我真应该找一个画师把你现在表情给画下来。梅姐姐，你好厉害啊！一句话也能出现这么多动物。乖。本来这事儿没打算跟你们交代，可是长治这熊孩子都找上门来了，你们得做好被牵连的心理准备啊！喂，你突然叫我们做心理准备，我们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啊！害他做火盆的人是我们。什么？没事，离东窗事发还有一段距离呢。的确，暂时还在掌控之。你们还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一口气没上来，差点驾鹤归西呀！是因为他实在是太萌了，我们俩没忍住就想逗他玩儿。但谁知道这孩子这么不经逗，把什么都当真理。就算他萌炸天了，你们也应该注意尺度啊！青出于蓝且胜于蓝精灵，外人相救。皇上已经那么聪明了，万一小郡王走的也是内涵的路线，你们的好日子可就到头了。好姐妹就要一起面对，越是最困难的时候就越要团结，对不对？对。我现在不认识你们来得及。哎呦，晚了！我不想出去。我已经在心里面想好了遗书，一会儿告诉你。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的，你记得传给我爹。我这没这业务啊，我只传八卦不传遗书。看把你能的。嘿嘿，不过看在咱们这么多年的情分上呢，我7月半给你盛晚饭，清明节给你添一把土。我还得谢谢你呗。不客气啦。师傅，悟空，去把门关上。他是不是那个天宫的呀？我怎么记得我看过这个剧情啊？你叫谁师傅呢？叫你啊，小鬼人，你教了我，那就是我的师傅。长治，这话可千万不能乱讲，嘘，也别让别人知道我在教你功夫。那是九儿下次再欺负我的时候，我帮他打赢了，他肯定会问我师从何人，我怎么说？
你们也太暴力了！他还这么小，居然叫他打女人！你们太坏了！就是，长治，你师傅太不是个东西了。哎，你别乱站队啊！你跟他一伙儿的。长治，我教你功夫不是为了让你打久安的，是要让你强身健体，用你的气势吓倒久安以后不敢再欺负你。作为一个男子汉，最重要的就是气势。你还想不想学了？当然了，想学就不要告诉别人是我在教你，可不可以？我不说，我已经会扎马步了。今天该学什么？哎呀，连我这个不学武功的我都知道，马步扎几次不管用，得扎好几年。你闭嘴！今天教你一套最强身健体的拳。耶，好耶！完了，来，跟我一起打拳。一个大西瓜，切两半儿，一半儿给你，一半儿给他，还有一半儿自个儿留着。陆小啊，你昨儿个教我们练那个什么太极，练的有点太急了，这今天浑身都酸了，疼死我了。哎呀，秋萍啊！这个人啊，你们俩不是关系不好吗？怎么一起来了？因为我练了武功，他服了我。我都看见野花了，就开在冷宫的墙边。可是那里带刺的草好多呀，要怎么采才能不被扎到呢？墙头上也有野花，可是我们的脚没有力气，爬不上去。是，小鬼人，你会轻功，你帮我们采吧。其实这个采花呀，不一定全靠脚力，还要靠腰力。真的吗？哎，你别听他胡说八道，那个才是你们哎，你再胡说八道的话，早晚我会进坟墓。哎，我可不要睡坟啊，我要睡水晶棺。婉婉都跟你说了，萌的阅读审美太偏门了，他推荐你的小说千万别乱看，真当你是白雪公主。你们什么时候带我和小安去采花？哎，真不好意思，打拳的时候我们都把腰给伤了。皇上可是采花界的翘楚，你去找他，他一定会带你去的。真的吗？走。你嘴上再不占个把门的，明天就会死哦。没救了。不是，哎，我乱说什么了？你们干嘛都这么对我？我说什么了？舅舅，你别看了，你带我们去采花吧。是，舅舅，我们要采花。唉，舅舅在忙，你们乖哈。难道真如蒙妃娘娘所说，采花这种事情不仅要靠脚力，还要靠腰力，特别难，所以舅舅也不行。怎么会不行？蒙妃娘娘不是都说了吗？说舅舅是采花界的翘楚，只有他才能采到。采花界翘楚？对呀，蒙妃娘娘说的。来，把这个拿给蒙妃娘娘，让她带你们出去玩。那采花呢？采花这事，舅舅不如江湖人士这般悠闲，就让蒙妃娘娘带你们去玩。乖。
想不到采的花还有那么多讲究。难道说江湖人士才有功夫采花吗？太厉害了，江湖人又会武功又会采花。哎，那不如我们去闯荡江湖吧！耶耶耶！两位姑娘，等等，这是舅舅让我给你的。分手之后的诽谤比想象中来得更晚一些，不如你先将你的偷心之术传给朕。夜里子时，长吉殿内，朕再将采花之术亲授于你。臭流氓！你说谁呀？没谁。那你脸红什么？哦，这天太热了，让不让人活了？小贵人，我们要闯荡江湖。闯江湖？为什么要闯江湖啊？长治都跟我说啦，你教他武功，江湖上的人都会武功。以前我不敢去，是怕没人保护我。现在长治会武功啦，我俩就可以去闯荡江湖啦。会扎个马步、打个拳就是会武功了？你们想的也太简单了吧？我不管，要是不带我们去闯荡江湖，我们就检举揭发你们。他们早判吧？早判？就是判你妻提前啊！都怪你，好好的非要勾引他学武功。这下好了，这俩孩子现在都向我江湖，气得我快要早更了。早更？就是更年期提前啊！那怎么办？还能怎么办？随机应变。哈哈哈哈！九安呢，要闯荡江湖之前呢，先要调查一番，好好了解一下江湖，不然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就稀里糊涂去了，别人会笑话你们的。怎么调查？随机调查。宫里面呢有不少了解江湖的人，可以让萧贵人带你们去啊。我们走吧。哎，蒙飞也能不去吗？哦，来呀来呀！我还有事儿，你们先去啊。走了。八步走。治不了你们！哎，等等。把我们的歌给我唱起来，展现出我们的雄姿。老子吃火锅，你吃火锅底料，对你笑呵呵，因为我。哎，龙飞娘娘。哎呀，他们也太不听话了，让他们唱歌他们都不唱。这人心散了，队伍就不好带了。一个个破锣嗓子，唱了还扰民呢。哎，对了，娘娘，找我有什么事吗？江湖？他们说你是江湖人，江湖什么样？不，我只是一个前江湖人士。这任何东西啊，加了一个“钱”字儿就不值钱了。为什么你要离开江湖？唉，往事如烟不可追，一追一脸灰。江湖不好吗？要是好，我能在这儿吗？在江湖里面，成天就是打打杀杀，要是每天不进点血啊，连打下门就浑身都不自在。那是侠妓，惩凶除恶，我知道的。那你肯定不知道的是，在江湖里，所有的罪都是不经过审判的，信义大于法治，恩怨大于是非。觉得别人邪恶，就直接开打开杀，挖别人的双眼，砍别人的手指，断别人的手臂，滥用私刑没有人管。杀人反而还得到崇拜，千秋万代一统江湖。记得当时我在饭店点了一碗甜豆花，就被当时同样在那吃咸豆花的大侠产生了分歧，结果事情越闹越大，我被莫名其妙卷入一场江湖的纷争。从那之后，我被刑罚的大侠追杀了3年，我连睡觉都不敢脱衣服，生怕被别人追上。
真是把人往绝路上逼。怎么会这样呢？有的时候，我不禁仰望天空，到底是我疯了，还是这个世界疯了？是这个江湖容不下我，还是我不适合这个江湖？你们还要听吗？我还知道关于一场肉宗派和蛋黄宗派的厮杀，那个场面叫一个血腥啊！当时那个肉宗派和蛋黄宗派，别说了，太血腥了，少儿不宜。我们走。慢点，慢点，慢点，哎，乖。咦，千万不去江湖啊，会砍人手指的。听到了吗？这就是立场不同就要互砍的江湖。还去江湖吗？宝曲，你真是太厉害了！我对你的崇拜真是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宝曲，你都可以去说书了。哈哈哈！哎呀，这么说，他们人待在宫中，却倾听于江湖。一定要打消他们向往江湖的心。哎呀，可这孩子的心呐，你一打消就不好再长了呀。长歪了，你给赔，你赔得起吗你？我打，还不行吗？哎，人来了，好表现。又是一硬活。江湖好不好？当然是不好。为什么？你们是不知道啊！这江湖上，但凡医术高超的大夫都不愿意救人，这是江湖上默认的惯例。所以啊，一入江湖，那死亡率是步步攀升啊，18匹马都拉不回来。怎么能没有医德呢？我不信。这常言道啊，人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这江湖上断胳膊断腿的那是有的是啊。所有的大侠呢，都行走于江湖，他们呢没有事情做，没有钱赚。你说他们又没钱，还得去找大夫治病，你说哪个大夫愿意给他们治？对不对？救人最重要啊！最重要那是，可那大夫也长着嘴啊，也得吃饭呢，对不对？那我们先不说吃饭的事啊，我们先说，但凡有一个大夫说他把救死扶伤放在第一位了啊，他救了一个没有钱的大侠，你们猜结果会怎么样？怎么样？江湖啊，江湖是什么？那四处漂泊的全是大侠呀，没有不透风的墙啊！我说你，但凡他救了一个没钱的侠士，那完了，那所有缺胳膊断腿、快嗝屁的大侠全来了，这会儿他怎么办？那还了得吗？他不救，那完蛋了，那大侠都会真功夫，咔就砍头啊！所以说呀，哎呀，我现在呀，一听到江湖上哪位大侠有嗝屁，我就感慨呀，我就庆幸啊，我身在皇宫，这是多么温馨的港湾哦！你们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啊！你们都有免费的医保，那比那帮大侠呀，那不知道高了多少倍啊！此处应该有掌声吗？好，听到了吧？这就是穷困潦倒、没有医保的江湖。走了。哎呀，我的妈呀！你怎么让我骗人呢？这江湖多好呀！好什么好啊？其实我从小就喜欢江湖，这奈何我身手有限，只能写豆腐块，给江湖日报投稿，这才跟江湖扯上那么一丢丢的关系。行，那你就继续跟他们吹江湖的好，然后你一手领一个，带他们闯荡去吧。要是皇上追究起来，不就是你掉脑袋，宫里换史官的事儿吗？简单。掉脑袋。我知道了，我知道该怎么说了。放聪明一点，你行的。郡王，郡主，我能做吗？少喝点，等长大了再喝。
这样，这个对于江湖呢，我真是能一笔千里，一言难尽啊。我有一位兄台，他就是《江湖日报》的特约撰稿人，写的一手好文章，可是偏偏大侠们都不满意。哎呀，大侠们一个劲儿寄臭豆腐到报社，哎呀，害得那报社那个臭啊，一连几天都没人敢去。不满意是因为他写的不好吧？写的可好了呢，只是这江湖之大，门派众多，盘根错节。就这么说吧，有人说你的敌人好，你愿意吗？对呀，所以说他就在想，你说他能夸人吗？不能，是吧？一夸别人呢，别人的对手就来打他；不，他要是骂别人呢，哎，别人的本家就来锤他。哎呀，这些大侠的世界是最难搞定的。你说，哎呀，写个纪实报道吧，人家说他没有态度；写个评论文章吧，哎，人家说他左右舆论。他后来想了想，我写小说吧，哎。人家说他映射江湖，还放火蝎子要咬他，还悬赏要砍掉他的右手，没几天他右手就没了。哎呀，虽然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但是现在想想，还是可怕的很呐。这些大侠怎么这样欺负人呢？对呀，这欺负的我这位兄台啊，现在写东西都没有灵感了。那他还能写吗？他是左撇子，他右手没了还能写。只是说现在不敢轻易露头，这写文章都是匿名写的。听见了吗？这就是血雨腥风，把人逼得都要逆了名的江湖。我不想闯荡江湖了，我也是。解决了，妥了。哎呀，太好了！我们终于把灾难扼杀在源头了。辛苦你来回跑了啊！哎呀，我没事儿，这太好了，这事儿解决了，以后不会再出乱子了。王菲姐姐，哎，王菲姐姐，看了你借给我的这本武侠呀，我也想学武功，我也想去闯江湖，江湖简直是太神奇了。那不是看不见我吗？难道我一不小心参透了什么隐身术？你能看见我吗？停！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呀？是我。呀，原来是苏姑娘，您这是要去哪儿啊？我奉太后的旨意，替她出宫置办点东西。车上就我一个人，难道还要检查吗？哎，不用不用，来，请。哎，为什么不查呀？笨死你得了！谁不知道松蕊是太后跟前的大红人，而且她还和皇上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桃色新闻，惹不起呀！万一哪天她真的成了娘娘呢？啊？哦，这么回事啊！笨死了！哇，人好多，外面好好玩啊！行了，你的任务完成了。早知道你的嘴巴很严，应该是不会告诉别人是我带你出来玩的吧？既然不会说，就别说，你回去吧。妹妹，我们走，我们上那儿。哥哥，你看那个，我想要那个，一会儿你给我买一个。行，哥哥，待会儿给你买。我喜欢粉色的。哎，你看那边有鸭子，还有鸡呢！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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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
行行好，给点钱吧。哥，满大街都是要饭的，你还都要救济啊？我们是出来玩的，又不是来做慈善。可是看他的样子好可怜，头发都快岔了。你干什么？再不放手我就叫啦！叫啊，叫破喉咙。可能管点数，但是啊，你将会错过人生唯一一次登上巅峰、叱咤武林的机会呀！啊，你什么意思？哎，老朽我天生慧眼，看得出。有慧眼怎么还沦落至此？哎，这怎么能叫沦落呢？这是上天对我的考验呀！小仙升天还得遭遇雷劫呢。孙悟空护着唐僧去西天取经，还要遭受9981难呢。就连越王勾践，都会卧薪尝胆呀。你们觉得，我还适合用沦落这个词儿吗？他说的好像有点道理。对不起，我不应该伤你自尊，用钱侮辱你。这种侮辱不妨多来些啊！伤自尊也是一种考验。你刚才说的登上天峰、叱咤武林是什么意思呀？难道没有人告诉过你？告诉我什么？闭门辰呀，老朽为你摸骨看脉，发觉你根骨奇葩呀，经脉异于常人。纵横江湖那么多年，老朽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你这么出色的好苗子呀！马上就要开始的3年1次的武林大会呀，非你不可！别扯了，他根本就不会武功。会不会武功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这身资质。老朽啊，是要对你稍加点拨，往着武林赛台上一站，你就是这个。原来我从小活泼好动是有根据的，是因为我异于常人，根骨奇葩，也就是说我天生就是江湖中人。就是这样。你是不是经常梦见你纵横江湖、叱咤武林啊？是啊是啊。你的机会来了，老朽呀，马上跟你们启程啊，咱们即刻就走。可是我们还没有收拾东西。不用收拾东西，食宿全包，报名费都不用你掏。别冲动，我们再回去想一想。帮主，我们为什么非要骗那个小姑娘？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咱们的任务就是拐走他们呀。人找到了吗？启禀皇上，找到了。当时他们在宫外玩得正嗨呢。戒备那么森严，是怎么溜出去的？他们有交代吗？他们什么都不肯说。好吧，你退下吧。是。皇上，小人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就算不当讲，小人也还是要讲。长治跟九安啊，经常出入芳华宫，受到蒙妃的蛊惑，天天想往宫外跑。虽然这件事啊，表面没有说是谁带出去的，但是肯定跟蒙妃脱不了干系。无凭无据，不许乱说。皇上，你想想，这宫里谁能比蒙妃鬼点子更多、思路更阔的？所以啊，怂恿他们出宫的一定是蒙妃，没错。好了，你先回太后那里歇息吧。这件事情，朕自有分寸。是。来，快，来，娘娘们！怎么还能把人绑起来呢？太残忍了吧！你这大老爷们怎么欺负小孩啊？抱歉，你是不是不想混了？这可是郡主跟郡王，赶快送吧。不能松，一松就跑，跟脱了缰的野马一样，还会撂蹶子踢人。幸亏啊，我昨晚发现了及时，要不然现在估计都到了猫耳山了。哼哼，别争了，我这绑的可是狗胸口，连狗熊都挣不开，何况你俩？你才是狗熊呢！大狗熊，再说一遍，放开！哟，放开，说1800遍也没有用。
哎，不过娘娘们请放心，我也是奉皇上之命办事。不过娘娘们可得小心啊，这两个小家伙会咬人。我那手下小木皮糙肉厚，屁股蛋子都快被它咬穿了。小宝贝儿啊，记住了啊，以后啊不许咬别人的屁股蛋，多埋汰呀，是不是？知道了，我们会换地方咬的。你看，这不挺乖的吗？乖什么呀？皇上说了，这两叛逆儿童啊，就不能用正常方式来管教。这不，他们跟芳华宫走得比较近，那就交给芳华宫来管理好了。我们哪管教得了啊？就是啊，我们又没有管孩子的经验。没关系，这一不听话，许丽娘娘可以哄一哄；这再不听话，文妃娘娘给他们讲点道理。若要是还不听话的话，那就萧贵人可以动手制服，熊孩子啊，不打不成器。你怎么不自己揍啊？危险系数这么高的事情，凭什么我来做？我这不是还有正事要做吗？我得抓刺客。哪有什么刺客？宫里已经太平很久了。这个抓刺客不是常态，防范才是日常。这个抓刺客就好比抗洪一样，分分钟都不能马虎。我是现在没时间，我要是有时间的话，这样的好事能便宜得了你们？那万一都不管用呢？要是都不管用的话，就只有劳烦严妃娘娘上你的行刑器具。新发明的新器具不还找不到实验者？喏，就他们俩了。对付两个孩子，用得着那么残忍吗？这根本就不是两个小孩，就是两个魔头啊！怎么说？行了，我奉皇上之命就把他们带到这个地方，我就先告辞了。这就是我，一个颜色不一样的燕，一个有点细心、兴趣爱好广泛又善于动脑的英俊酷哥，给你们的建议。谢谢娘娘们，祝娘娘们好人一生平安，我抱屈，感恩在心间。嘿嘿，走。来，给你们解开哟。去吃好吃的。哎呀，真是狗熊扣就冰。我把这两个小可怜饿的哟。其实你们俩要是想出宫啊，可以跟皇上通报一下的，多带些人马也不是不能出的哦。不行，一个都不能带，不然就坏了规矩。什么规矩啊？谁定的规矩啊？哎，我问你们，你们俩也不带个包袱，也不带点银票什么的，万一要采购呢？你就别跟着捣乱了。不用，路费有人管，还食宿全包。谁管？谁包食宿啊？哎，你们两个慢慢吃啊，我们一会儿就回来啦。哎，他们总想着往宫外跑，会不会是撞邪了呀？不会，逻辑清晰，语句通顺，而且听口气，他们不单纯是出去玩，还有别的目的。这俩孩子嘴紧的跟蚌壳一样，他们要是不想说，3棍棒都打不出一个屁来。当然不能来硬的了，我们得来柔的，让他们放松警惕，主动交代。小郡王、小郡主，你们俩慢慢吃啊。是吗？要不要跟他们说实话？不讲是日是有，还不分明。要是他们把我的秘密说出去，那全皇宫就更加严防死守，我们就再也出不了武林大会了。可是你又不会武功，你忘了3天前那个人是怎么说的？说我根骨奇葩，一点就通，不用靠打，光靠这身资质，往比赛台上一让就是这个。武林盟主非我不可，没我不行。我怎么能放弃这么好的机会呢？可是九安，没什么可是的。
可是夫子留给我们的功课还没写呢，我们这一出去10天半个月的回不来，等回来交不上作文，指不定要被打手板吗？你傻呀，多傻多傻，不就是个作文吗？我们出去这一趟有多少精彩等着我们，还怕没有素材让你写？等你回来以后肯定是下笔如有神，作文走个 A 加就算低分哦。说的也对。等等，什么叫我回来？你不回来了？你说我一个武林盟主还需要回去写作文被打手板吗？这些我根本就不关心。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no 江湖武林。哎，燕儿呢？我鸡腿吃了，你们要不要来一个？可以叫他一起烤。我可以要一个吗？办正事儿哦。哎呦，小舅这小嘴吃的全是油。你们以后要是出宫啦，想吃宫里的山珍海味可就吃不到了。山珍海味早都吃腻了，就想着出去吃野味呢。哎呀，小朋友们，我特别理解你们的想法。曾几何时，我也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哎，重点是下一句。外面的世界很无奈。为了让你们也感受一下这个无奈，我们决定要让你们亲自感受一下。哎，拖鞋，来，来，好了吧，好大家了。怎么样？怕了吧？好了吧？快说！真的很感动，我们这么顽皮，你们不仅不像别人一样嫌弃我们、责怪我们，还想让我们吃好喝好，还想给我们洗脚。洗脚？来呀，接着来呀，来呀，来呀，来！老子来啦！进来。哟，真是稀客啊！你有话好好说，你干嘛脱衣服啊？朕有穿衣服啊。朕说今夜子时来长济殿集合，要教你采花之术，随道随学，随学即会，可真准时。谁想要子时来啊？还不是你把长治久安丢到芳华宫，我们一群人一起伺候他，一直伺候到现在。你是不是故意的吧？这样说就不对了。就算我们分手了，这也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男人，好不好？说的倒好听，谁知道真的假的？哎，是不是有点热？你觉得呢？你不会热吗？平路都会摔跤，说你蠢最贴切不过了。你那么蠢，朕怎么好意思再整你？我来只是想说，长治久安的事儿我们管不了。是管不了还是不想管？大家都在说你怂恿长治跟久安出去玩，朕让你管是想证明你清白，好打那些造谣人的脸，懂吗？好，我知道了。哎，你知道什么呀？就这样走了？那要真像你们说的，这老叫花子可是真的坏了心肠啊！就是啊，绝对的坏蛋。不管怎么样，武林大会不能去。为什么去不得？你是不是怕我根骨奇葩，当上武林盟主忘了你们呀？我看你就是朵奇葩。你说什么？不是，我的意思是啊，武林大会特别没意思，整个流程我们都熟悉，是不是？是。
你们不要再啰嗦了，我们还要翻过马尔山，越过袍子沟，穿过水帘洞，趟过信阳河，再耽误下去，我们就赶不上武林大会啦。这蜀道难啊，难于上青天。猫耳山与蜀道相比啊，有过之而无不及，只能靠双脚走的。当然，你们俩也可以靠四肢爬。这袍子沟更是难越，一片密林，荆棘遍地，还没有信号。所谓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那里有无数的亡魂，就等着迷路的人留下来跟他们做朋友。你别吓我啊！此不履怪力乱神。那就给你们讲一个不怪力乱神的。如果你们有幸走过猫耳山跟袍子沟的话，你们就来到了水帘洞。水帘洞里猴子多，你们知不知道？最近这2年，人们总爱吃野味儿，尤其是那野生的猴脑。所以啊，这猴子对人类意见可大了。但凡人们要是去了，哼，那可不得了。你们这2个小脑袋瓜啊，还不够人家猴大王一口嘬的呢。还有西凉河，最后一站，趟过它，你们就能到达武林大会的举办场地了。好多人就是在这儿放松了警惕，什么蛙泳啊、裸泳啊、自由泳啊。其实啊，这河水另有玄机。还有玄机？玄机就是这河水有毒。哎，有毒不怕，我们坐船又不喝它。你以为不喝就行了呀？正午的太阳一晒，河水一蒸发，整个河面就升起了毒气，来一个倒一个，来2个倒1双，栽在这里的人不计其数。不过呢，也有一个好处。还有好处呢？从古至今都流传的选择题，比如说长治和久安同时掉进了河里，你救谁？这下就有答案了，都不用救，因为他们都掉进去了以后就全都死掉了，从根源上解决了选择的困难。开动你们的小脑袋瓜，好好想想吧。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有道理那就演示给我们看吧。小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说谁小朋友呢？主要是给小朋友们问好，其他人可以免费看表演。哪来那么多话？不许抗议，抗议出去！哈，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啦！很好，欢迎收看3年1期的武林大会选盟主节目。本栏目由芳华宫独家冠名播出，特别鸣谢御膳房首席大厨蔡太贤贡献的黄瓜一根儿。以及太医院神医妙手刘谨言提供的跌打损伤膏一副，还有下笔如有神的时光和气疗为本次大会提供的看不懂的鬼画符一份。什么鬼画符？什么鬼画符？这不写着吗？侠者精神。哪儿那么多废话？干扰大会进度，我是可以赶紧出去的，知不知道？下面我正式宣布武林大会即刻。哎，主持人，你怎么不那个鸣谢我？这台子都是我出力帮你搭的，这到头来连句谢谢都没有。为了照顾到 VIP 观众的情绪，对你的鸣谢就先省略了。对，那么事儿呢，真是让人委屈。感恩在心间，牢记心里了。下面我宣布，大会即将开始。
们有请第一轮上场的选手，白眉大侠萧贵人，还有他的对手白脸仙子王春平儿。怎么是白脸仙子？不是赤脸仙子吗？盗版的吗？乖乖看，不许再提问了。不喝。不吃。别于这儿啊，休闲中心去没去过？求背了。别碰我！怎么这么人轻，眉毛就白了，好像一幅面练瘫像。武之人雄性激素消耗过多，导致这个黑眉变白，过早的衰竭。还有啊，这个练武之人长得都非常的奇葩。我们只在乎武功，不在乎长相啊！加油！加油！加油！好，白眉大侠 out， 获胜的是白脸仙子。好棒！ out 就是出局了，被罚出场了。好，恭喜肃静肃静。螳螂拳呢以静制动，防守为主，而猴拳呢恰恰是进攻为主，而且善于跳跃，所以螳螂拳处处受制，必输无疑啊！他们光报招式不出手啊！哎，所有的拳法都是一拳克一拳，武林大会上比武呢是不用动手的，光动嘴就行了。两人同时上台，1、2、3，异口同声互爆拳法，然后就分出胜赢了。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就跟那个石头剪刀布啊是一个道理，瞬间定输赢，这就是武林。我见识少，你可别骗我。好，下面我们有请拼命三郎对战婀娜三娘。这不是刚才的无名大侠吗？别以为戴着面罩我们就看不出来。哎呀，经费少，请不了那么多演员嘛，凑看就行了啊。这一次他演拼命三郎。大家看到没有？再灵活的蛇拳也敌不过鹰爪的迅猛。下面我宣布，获胜者是拼命三郎。恭喜，这边请。我抗议！我抗议！我抗议！抗议有效，先插播一段广告。燕飞，这里交给你吧。来，跟我走。哎，老蔡，胸口碎大石，快！怎么的？你们两个有什么意见？
我不相信武林大会就是这样。书上写的侠客侠女武功高强，见面还是得打一打的，不能光报个招式就能分出输赢。武林大会怎么可能这么和谐？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年纪小，不利看到暴力场面，所以特意掐了微波呀？还确实掐了一段微波。武林大会确实不止这些，还有呢。我们要看。行，豁出去了，给你们看，走。据 VIP 观众的反应，节目组应该呈现出武林大会的真实盛况，不能藏着掖着。下面我宣布，再赛一场。下面我们有请孤独小侠客福喜以及寂寞侠女李嫣儿上场。在下寂寞侠女。这回倒是真打了，怎么打着打着，两人贴一块儿去了？哦，小孩子不能看，小孩子不能看。就像台上表现出来的这样啊，武林大会其实就是一个变相的相亲联谊会。江湖儿女一天天的呀，都太忙了，没有时间去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想比试的比试，想找对象的也可以找一下嘛。我见识少，你可别骗我。呀，我骗你干嘛呀？找完对象就回家了。好，感谢二位的精彩表演，下去吧。大家说精不精彩？好，下面我来随机采访一下现场的观众对于我们本次大赛的看法。蔡太贤先生，你好，蔡先生。这个我来讲两句啊。今天这个武林大会呢，那真是太真实了啊。虽然呢我没有参赛过啊，但是曾经在我入宫之前呢，他们主办方邀请我去给他们做菜，当时的情况跟今天那是一模一样啊。是这意思啊？特别好，请说。哎呀，柳太医，您好像有话说，来，请上台。啊，有我有话说，有话说。那个虽然我没有参加过比赛啊，但是啊，早年的武林大会呢，邀请我去给做过医疗保障。不是，当时特别的无聊啊，一个受伤的都没有，连一个去落枕的都没有。好了，采访到此结束。VIP 还有什么想说的吗？太无聊了，我去了。哎呀，这就对了，乖孩子。下面我宣布，武林大会圆满结束，解散。哪儿都不去了啊！哎，老爸，你早点走吧，还踩一下，对不起。来，这是。来，慢点，上来。哎呦，这么掉台子！是你们舅舅让我抓你们的啊，这个不关我的事啊。哼。
哎，你别扶我！来，注意门口。哎呦，去尿尿。啊，慢点，慢点。怎么回事？怎么又绑起来了？不是说不去武林大会了吗？哎，谁知道这会儿啊，在宫外抓着，正准备跟个老乞丐跑呢。看来啊，这往宫外跑的毛病还是没有除根。行，这里交给我吧，你先走吧。哎，娘娘辛苦了啊。我正准备去询问那个老乞丐，看他是否对王氏有什么不利。听话啊，走。快帮我起来！叫我仙女姐姐。仙女姐姐来了，仙女姐姐帮我起来。好了，仙女姐姐有法力，魔力魔力，轰！说吧，怎么回事啊？我们对你俩可是好到不行了，你们就实话实说吧，别磨磨唧唧的耽误时间哦。主要说那个老乞丐用虚假信息诱惑我们，非要去给他们点颜色瞧瞧，所以我们就又出宫了。那怎么还跟人家跑了呀？你就不怕人家把你拐卖了？那老乞丐说长治头脑聪明，宫外马上要开始最强大脑决赛冠军非他莫属。长治特别想往那个比赛，所以想去比一下。你说现在这骗子还真是机智啊，知道这两个孩子一个喜文一个善舞的，还挺会因人而异下菜碟的。这个比赛我知道啊，但是我不觉得你们足够聪明，这翻山越岭的跑去丢人，多不值当。别瞧不起人，我功课最好，只要我去参赛，明日之星就是我。哎呀，行吧，既然你们不相信，那我来给你们出题，答得上来的话，我亲自护送你们走。好，请听题。有一位长发大侠在下雨天没有带任何雨具出门，他的浑身都湿透了，但是头发没有湿，为什么？因为他的饭不防水，因为他武功了得。错，因为他姓长名发，他光头没有头发。下一题。好，请听题。白色的马叫白马，黑色的马叫黑马，黑白相间的马叫斑马。那么问题来了，黑色、白色、红色相间的马是什么马？这个题犯规，夫子没有教过我们太多马的品种。是害羞的斑马。请听题。有一块黑色的天然大理石，在9月7号这一天将其沉入西洋河，请问会发生什么现象呢？大理石变白，出现水怪。错，是会沉下去。下一题。请听题。小明家第一天买了4只鸡，第2天又买了4只。那么请问，小明家里第3天有几只鸡？等等，我们商量一下。几只鸡啊？几只鸡啊？12、18，按规律第3天还得买4只，按规律就输了，要不8只。他肯定想考验我们有没有认真听。第2天只说买了4只，没有说买的是鸡，那答案就是4。他们贼得很，肯定不是这样算，说不定鸡都被吃了，要不死了。你这样说的话，我知道了，答案是好，请回答。答案是2只或者0只。假设第1天吃了1只或者2只，第2天都不会买，因为足够吃。第2天只有吃3只，剩1只不够吃才会去买。这么算，1天3只，2天6只，还剩2只。如果1天吃4只，剩0只也成立，所以答案是0或者2。好，确不确认？确定。哎呦我的天哪，这小脑袋瓜每天想这么多累不累？错，答案是8只。4加4这么简单，你们都不会算，还敢说自己智商超群了？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那说明你们是不是很蠢呢？那是因为我们把问题想得太复杂了。行了，认输吧，100%的错题率。
这小脑袋瓜明显得回炉重造啊！这回我不多想了，再来。好吧，最后一道压轴题，如果你们再猜不出来，那可就没有办法了。请听题。有一个富翁，他对2个儿子说：“你们俩上山砍柴，看谁砍得又快又多。”第2天一大早，大儿子就出发砍柴去了，而二儿子呢，还在家里磨刀，把刀磨得越锋利才出门。那请问，富翁把家产给了谁？磨刀不误砍柴工，二儿子砍的柴最多，所以家产给了二儿子。这回肯定对。错，不可能错。富翁看了，对2个儿子说：“哎，家产还是给大儿子吧，反正老二这么能干。”长治 out。服不服？还去不去参加比赛了？不去了，我还不够聪明。哎呀，孺子可教也，回去好好学习吧。什么时候把我们的题答上来了，什么时候再去参加比赛。丢人不能丢到外面去，明白不？明白了。皇上，小阮真的没有恶意的。朕都查清楚了，你陷害不蒙也就罢了，连小孩子安危都弃之不顾。若他们真的被拐走了，你良心何安？皇上，小阮知道错了，我现在就给门妃娘娘赔不是，求皇上不要把我赶走。太后都知晓你的所作所为，你得不到太后的庇护。出宫吧。皇上。苏姑娘，皇上说你该收工了啊，婉儿啊。你不会是在伤感吧？懂了，如花似玉的美人被赶出宫，是男人都会不舍吧？不舍，朕老早就说过，对她没有半点意思。什么什么意思啊？你觉得什么意思就什么意思吧。你讨厌的女人都出宫了，难道你对朕没有一点表示？哦，对了，小厨房还炖汤呢，我再不去就干锅了。连个借口都不会找，你像是会炖汤的人吗？还干锅呢？哼！